恭喜樊振东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当中，以4-1战胜了瑞典的莫雷高德，获得冠军。这也是我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继刘国梁、孔令辉、张继科、马龙之后第5位大满贯选手。这次樊振东夺冠以后，相信蝴蝶品牌包括樊振东系列的底板可能销量会有上升。这里边先温馨提示一下各位，樊振东用的板并不是樊振东 ALC， 也不是 SALC， 它只是柄长得跟樊 A 相近。所以说要奉劝各位，你们想买板你们就买板，想打你就打。其实你打这个器材跟樊振东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人家打那个叫蝴蝶选手柱，是专门为蝴蝶签约的球员定制的一款球拍，那么市场的价格大概在1万多元。所以在这里要温馨的提示各位，不要冲动消费。好，回到这场比赛到底有什么看点，我给大家谈一谈我的感受。从第1局开始，莫雷高德其实进入状态属于比较快的，反观樊振东这块呢，第1局打的稍微有点拘谨，有点保守，每一板上手显得不是那么的自信，保险加的比较多，这就给莫雷高德一些搏杀的机会。因为莫雷高德他不怕你，我就是世界排名我也没有你靠前，我也没有你成绩好，我就是奔着拼你的态度上来的，出手比较果断。所以说第1局樊振东很多时候都是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。那么第2局开始，樊振东站在正手位发这个逆旋转侧下侧上，在处理小球的时候，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在盲目的发力，很多时候我就是节奏变一变，我落点变一变，让莫雷高德不太容易摆得住。在这局开始，你也会发现莫雷高德的一些短板，比如说他这个反手虽然能够起质量，但是在连续发力的时候能力还是稍微欠缺一点。他正手这块呢，其实我觉得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不仅能快带反拉，在对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很下风，具备了很强的得分能力。莫雷高德这名选手其实有点他这个师兄瓦尔德内尔这个风格，打球呢我不仅要得分，而且打得比较浪，他有一些泥洼的那种特点和马龙的特点，你看泥洼的这种抹马龙这种侧切，在莫雷高德身上，或者说在这场比赛当中，莫雷高德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那多数的这种情况，樊振东都是搓一板，有的时候会给莫雷高德带来一定的机会。这场比赛虽然说是4-1，但是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会对莫雷高德这种出色的发挥，我觉得甚至有一点超水平发挥感觉到惊讶。其实樊振东你说这场球发挥的不好吗？我觉得算比较正常，因为在大赛尤其是奥运会的决赛，在这个条件下能够发挥出自己的7-8成的能力，我觉得就不错了。之所以樊振东比赛打得如此艰难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场球莫雷高德的防守做的是非常好的。你看他这个反手主动发力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包括在连续反手这条斜线对撕的时候，他这个突然间加速或者加力的能力也并不是很强。那么在第1局和第2局你会发现，樊振东很多时候我动作比较大的那种，我想发力还原比较慢的球，都会被莫雷高德用反手回到你相反的方向。我的进攻能力可能不是说很顶级，但是我这个防御能力在这场球当中确实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好了，关于这场比赛的看点分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